大家好，我是游戏学徒 Jeff， 又是一个月没有更新，因为最近一直在忙碳酸危机上线的事情。现在 bug 修的已经差不多了，所以我终于可以来做一期视频了。那这一次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碳酸危机上线前后的一些事情。在上线之前，虽然我心情比较忐忑，但是总体上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，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喜欢玩这个游戏。那我们以为玩家会跟我们一样乐在其中，但是当游戏上线之后，我们才发现实际情况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。碳酸危机在5月24日上线了 Steam， 那当天下午我们的首批用户评价就出现了。在一开始，我们的 Steam 上的好评是 87%， 评价为特别好评，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。那好评主要就是在说设计手感好，道具丰富， build 系统很有趣等等。但是在这之后，评价就开始不断的下跌，游戏出现了很多的差评。那差评主要集中在部分关卡过难、祭死陷阱太多、与预期的爽快射击不符等等。我们认为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跑酷失败的死亡惩罚过高，那这重点体现在角色坠落后立刻死亡，明明我的角色可以扛2-3枪，为什么一个失误掉下去，游戏却要重来？另一个是玩家并不能够适应我们游戏的操作，那这个问题出在游戏本身操作的设计上，后面会细说。这两点问题共同作用，导致跑酷元素在游戏中的存在感过强，射击战斗的快感被极大的降低，玩家们纷纷得出了跑酷大于射击这个结论。但实际上这并非开发组的本意，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以射击为主，跑酷作为加强战斗体验和关卡中作为调剂的一种手段。我们自己的定位和玩家的感受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差，说明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尽早的解决掉。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祭死陷阱的问题，那这里指的是悬崖、齿轮、尖刺等。那这些本应该作为调剂的关卡要素，抢走了太多的戏份。在碳酸危机中，敌人的子弹伤害为25，碰撞伤害为20，而面对这些陷阱，不管你有多少血，都是碰一下就死。那针对这个问题，我们采用的方案是，当玩家踩在地面上的时候，就会将当前地点记录下来。如果玩家掉到了悬崖里，就把玩家送回到最后记录的地点。为了减弱跑酷的占比，我们大幅削弱了这些陷阱的惩罚，它们只会对玩家造成10点伤害。这样玩家并不用付出巨大的成本，就可以多次尝试，轻松克服这些跑酷的挑战。然后就是操作的问题。我们在看主播玩我们游戏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在过一些需要跳跃的关卡时，总是跳不过去，然后掉进悬崖，导致游戏失败。实际上只要按住奔跑键，让自己移动的快一些，就能轻松的跳过去。但是由于游戏内按键过多，玩家总是想不起来要使用奔跑。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将奔跑功能做成默认自动奔跑，这样虽然玩家少了一部分速度上的控制，但是极大的减轻了操作上的压力。而追求精细操作的玩家可以在设置中将自动奔跑关掉，那经过这样的改动后，跳跃部分就不会再成为玩家的难点。还有一个是爬墙的操作，在以往的版本中，玩家想要在墙上奔跑需要按上键，我认为这是符合玩家直觉的，但是有的玩家反馈我说，按上键总是要反应一下才能操作出来，按前进键爬墙应该是更符合他的直觉。于是我把代码改掉，自己上手试了一下，确实这种前进爬墙的操作非常的舒服，于是我就把它保留了下来。这些就是我们在第一次更新中做出的改动。那我们从发售当天的晚上开始做，然后在第二天下午发布了更新。在我们发布更新之前，游戏的评价一直处于一个下滑的趋势，一度跌到了 82% 的好评。而发布更新之后，玩家反馈说游戏的操作流畅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吐槽游戏操作的声音也几乎没有了。那截至这个视频发出之前，好评已经达到了 91%， 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亡羊补牢。
那我们回头来看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设计失误？其实是因为我和组里的小伙伴玩这个游戏都有上百个小时，那对于这种跑酷挑战早就失去了感知，错误地判断了游戏的难度和体验。那要我说吸取到了什么教训，其实就是找玩家测试和获得反馈是非常重要的，也多亏了各位玩家的及时反馈，才让我们快速地做出改变，让游戏变得更好。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我是游戏学徒 Jeff，我们下次再见。